大家好，我是金建。这个视频啊，我讲一下飞机的维修和 SAP。这是一些声明。飞机维修啊，又叫机务。通常啊，航空公司都有自己做维修的分公司，做这个飞机的维修啊和维护。就好像你买辆车，那每年呢都要做保养，换换机油。有的时候啊，发生点刮蹭呢，还要去做钣金喷漆。飞机啊，也分成计划的维修和非计划的维修。计划的维修啊，又分成航线维修和定检维修。航线维修呢，是指这个航前、短停、航后周检。比如啊，就机务人员呢绕机检查，确认所有的门呢都关好。通常呢在停机坪上呢就做了。定检维修呢，就是按一定的周期啊对飞机进行维护。比如呢，几千个飞行小时后啊，去检查更换某些容易疲劳损伤的组件。那又根据检查的范围和周期呢，分成 A、B、C、D 不同等级的维修。那 A 呢最简单，D 呢最复杂。那通常啊，定检呢会在机库里进行。另外呢，还有非计划的维修，比如呢飞高原要专门准备设备。还有啊，就是重着陆、冲出跑道、雷击、鸟击。除了这些飞机的维修工作，还有设备的维修。比如呢，某些飞机上啊换下来的周转件，机务啊能自己修的呢就修了，自己不能修的呢送去供应商那边呢维修。维修控制中心是管理飞机维修的核心，制定这个飞机的维修方案，协调维修资源，安排这个飞机维修的计划，部件的送修计划。然后飞机维修的供应链是指这个航材、工具、装备采购和库存管理，包括呢从航材计划、采购寻源、供应商和合同管理。还有呢，就是销售部分的业务，就是对外的这个维修服务。其他航空公司的飞机啊，飞到我们这边来有什么问题啊，我帮着解决，修好呢是最快的方式。另外呢，就机务公司啊，从原来集团内的一个成本中心，然后呢转变成一个独立运营的实体，不断呢产生新的商业模式啊和价值的创造能力。成为呢面向客户的 MRO 的服务提供商。这呢是一个机务公司发展的趋势。以上呢就是机务公司啊主要业务和这个业务模型。好，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看一下这个维修的资源和计划啊。那刚才说过啊，这个维修控制中心是管理飞机维修的核心。那具体说来呢，维修控制中心呢也分成不同的部门。那比如呢，像 MCC 啊，负责所有的技术状态控制和航线资源。PPC 负责飞机的维修计划与控制。MRC 是站点资源管理。GAC 是地面的设备保障。维修计划的制定啊，取决于很多条件。首先呢是飞机的工程文件。那飞机的制造商啊会给航空公司提供原厂的维护技术文件。那航空公司根据这个技术文件呢制定维修方案，根据民航管理局的批准正式呢成为法规性的文件。TDMS 就是存放这些技术文件的系统。这些技术文件呢就决定了飞机啊中长期维护的这个计划。比如规定飞机每6000个小时飞行小时啊，或者24个月啊，要前做一个 C 检，那这样呢就安排定检维修的这个计划。而这个航线维修啊是航前航后，那更多的呢就根据飞机的排班来制定，所以呢是短期的维修计划。除此之外呢，像这个站点的资源，然后机库资源，然后人力资源呢，这些呢都会制约了这个维修计划的制定啊。另外呢，突发的临时维修呢，也需要调整这个维修计划。还有呢，就是在同样的这个资源条件下，
就航空公司根据不同的运营目标，需要制定不同的维修计划。那如果想要呢多挣钱啊，那让飞机呢尽可能多的去飞，需要更长的这个维修的周期。相对的呢，要更好的这个适航保障，提高这个容错率，就需要更频繁细致的维修检查。还有呢，飞机的排班呢和维修计划呢其实是相互影响的。当安排飞机飞一条航线的时候啊，首先呢要这个航线上的机场有相应的维修资源，而航线的维护啊又需要根据飞机的排班呢来安排。所以呢，这有一点像呢，就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实际上呢，给飞机排班呢和制定这个航线维护的部门呢是需要互相的沟通协调的。还有呢，就维修资源和计划，除了运营保障飞行呢，对航空公司的这个长期发展也很重要。你有多少这个维修基地，有多少机库，能服务多少架飞机，能服务多少构型的飞机？未来啊，就航空公司要发展的时候呢，应该增加多少基础设施啊？应该增加多少这个维修人力？这些呢，都可以从这个维修资源和计划的分析中呢得到。所以呢，整个维修资源和计划这个业务模式啊，还是挺复杂的。好，以前呢，SAP 的这个维修解决方案呢，仅仅是基于这个 PM 模块啊，但是呢，PM 模块的维修计划不能处理这么复杂的这个业务，就需要做开发。那我知道国内某公司啊就做了这样的开发方案，但是呢有些问题，那比如啊就派工啊只能到基地，没有派工到班组和人，还有呢就 SAP 里排班呢运行一次啊要3到5分钟，可能做开发的觉得跑一次计划呢需要这么长时间呢是正常，但是呢用户觉得慢，那就是问题。那现在呢 SAP 有一个 MRO 的解决方案。那关于这个维修啊，维修计划呢是用了 APO 模块里的 EMSP，叫 Enhanced Maintenance and Service Planning。那我也呢只是看了一些介绍，没有实际用过。说是呢可以针对每一架飞机啊做计划，可以运行的超过10年的计划。毕竟飞机的运营周期大概要20年。还有呢，可以在这个 Planning Board 里边呢。去整合所有的资源，以及创建不同的计划的版本，来模拟不同条件下的计划，然后呢，选择合适的计划呢来执行。那这里呢是一个 SAP 的里面的截屏。那我觉得SAP 官方呢做了这样的一个方案，应该是会更好。不过具体应用的时候啊，应该还是需要客户化开发的。最起码那些飞机排班信息啊，还是要开发接口。另外呢，国内做 APO 好的顾问呢还是不多，所以呢要实施这个解决方案呢也不见得容易。好，我们再看维修的执行。一般来说啊，维修的执行呢，在 SAP 中就是 PM 模块的功能。那这里呢要注意一些特别的需求。首先呢，对于航线维护啊，航前航后的工作任务啊，要在移动应用端，因为航线维护一般就在停机坪上进行，机务啊需要移动设备啊来查看工单。相对的就定检维护啊，在机库里边条件呢还好一点。那要在移动端应用啊，就需要做一些开发。还有呢，就是派工单里边呢，要包含这个指示和需要领用的航材、人员、班组、桥位，这些呢是一些字段的需求。还有一个特别的需求啊，是对工具设备的管理。那任何一件工具啊，小到一个螺丝刀，都要借出并返还。那如果忘了一把螺丝刀在飞机上，飞机啊就不能飞，要直到找到才可以。还有呢，就是人员的跟班管理，有的时候对方机场没有符合资质的机务，有的时候呢要在飞行中啊观察飞机的问题，就需要机务啊跟着飞机飞，这呢对于维修工单的下达要考虑这种情况。
然后呢是定检维护方面。前面说过，定检维修啊是在机库里进行，比较复杂，有的呢会花几周时间呢，把飞机里里外外啊都拆一遍。这个时候呢，会有几个团队啊同时进行。为了在预定的计划时间内啊完成工作，这呢就需要项目管理的功能。可以管理整个进度以及人工啊、航材的成本，还有呢可以分析维修成本呢是否在合理的偏差范围内，如何去考核啊，这些呢也要考虑在系统的报表分析里面。还有呢，关于部件的维修，周转件就是价值高、寿命长的部件，发生问题的时候啊会进行维修，这种呢按资产呢计折旧。维修的执行呢用普通的 PM 模块的功能，如果自己修不了呢就需要送修，可以用一个 Service PO。但是呢，送修的部件呢在供应商那边呢也要管理库存，这呢要注意一下库存的状态。还有的呢，就是一家供应商有多个地点，这种呢就主数据维护啊要注意一下。还有一些其他的特殊的需求啊，一开始说过啊，就机务呢也会服务其他的航司，签这个维修合同。在 SAP 里面呢，有一个 CS 模块呢是做客户服务的，但是呢，这个 CS 模块呢主要是对外的，而飞机维修这里呢，维修人员设备啊，主要是维护自己的飞机。那如果对外用 CS 模块，对内用 PM 模块，那整体的维修资源计划呢就会有问题。特别是啊，在 PM 模块还做了很多开发的情况下，我看到的解决方案呢，就为客户的维修这块还是用 PM 模块，不过呢也对此做了一些开发。不知道如果维修服务啊，维修计划用 APO 的话呢，对于客户服务有什么变化呢？第二个呢是航材共享 pooling，pool 呢就是池子，那就是不同的航空公司之间的约定啊，有一些航材可以共用。比如对方的飞机在我这里，发生了问题，需要换一个设备，我这里的设备呢就先借给他用，几天之内呢免费，超过了呢再收取一定的钱。第三个呢是危险品管理，航材里啊有很多对人体啊有毒有害，易燃易爆。比如一些润滑油啊、液压油。SAP 呢有关于危险品管理的功能，主要是物流方面的检查。我觉得呢这方面重点是要合规，所以具体呢还是要跟客户啊沟通管理的这个流程。第四个呢是替代料，油脂类化工品啊有部分的替代料，SAP 里面呢也有相关的功能，在做计划的时候啊检查库存，一种物料不够呢可以用另外一种物料呢来产生需求。这种呢我主要是担心系统做了很多客制化开发以后啊，在这种特殊的场景下会不会有问题，要多做测试。第五个呢是低价值工具的报废，比如力具扳手1年报废，这种呢不像固定资产呢做折旧。SAP 里边呢有 shelf life， 批号呢也有有效期，但是呢对于单个工具呢没有什么好的功能。第六个呢是分公司的航材调拨，飞机飞不同的站点呢就需要在不同的站点呢有一定的航材。这呢就需要用 STO 啊，在不同的 plant 之间呢去做调拨啊。以上的这些需求啊，单独实现呢倒也还好，但是呢要在航材啊做这个需求计划的时候啊，就考虑进去呢，有比较复杂一点。好，总结一下，飞机维修的业务啊，特殊而且复杂，有很多专业的系统和流程规范。实施 SAP 系统啊，往往呢需要在标准的功能的基础上啊做定制开发，这个实施的难度啊风险都很大。整个航空行业啊又包含很多不同的业务模式，比如啊有做餐食的公司，有做航班运营，地勤管理，还有专门做燃油的公司。
不同类型的公司实施 SAP 啊，需要不同的解决方案，而往往呢，这些不同的公司啊，都在一个集团内。那作为咨询公司啊，要进入这个航空行业啊，需要丰富的这个业务能力。所以呢，航空行业啊，适合已经有客户和案例的咨询公司啊，每年从航空公司那边呢拿到一点新的项目，而其他咨询公司啊，要进入这个行业啊，是很难的。好，今天内容就是这些啊，谢谢大家。